在中国支持阿根廷对马岛主权后，又一国家站出来向英国声索主权，还向英国海外领地插旗，这说明了什么？为什么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个好机会？不久前，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访华，而中国方面重申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岛拥有主权一事，引起外界震动，尤其是英国。其首相第一时间发声要求中国尊重其主权，一时间引起众多讨论。近段时间，英国一方面也是应对中阿在马岛问题上的挑战，另一方面又是时刻盯着俄罗斯在乌克兰有没有动作，可谓是分身乏术。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似乎是中国挺阿引发的连锁反应，一个非洲小国却趁机给英国来添乱了。近日，6名来自毛里求斯的人员乘坐一艘游艇登上了位于查格斯群岛上的一座无人岛。在登岛后，这几人用水泥浇筑旗杆，举行了升国仪式，将毛里求斯国旗升到了岛上。据获悉，这6人包括了毛里求斯驻联合国大使贾格迪什·孔朱尔，以及当年被英国驱逐的岛民代表。此次行动也是由毛里求斯政府资助的。事后，英国方面抗议了这种行为，而毛里求斯政府则回应称，这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一个国家在其领土上升起国旗是正常的。由此看来，与马尔维纳斯岛一样，查戈斯群岛同样是英国在海外的争议性领土。那么，争议又是从何而来呢？多年以来，声称拥有查戈斯群岛主权的毛里求斯又做了哪些努力？查戈斯群岛位于印度洋中部，由2300多个岛屿组成，是印度洋航线上重要的战略要地。在大航海时期，这里还只是无人群岛。而在18世纪末，法国首先将查戈斯群岛和塞舌尔群岛作为毛里求斯的属地，并从非洲大陆运来一批黑人开辟种植园，并主要生产椰子。后来在拿破仑战争中，反法同盟战胜法军。1814年，法国与反法同盟签订巴黎条约，毛里求斯及其属地正式成为反法同盟成员国英国的殖民地。1903年，塞舌尔后来脱离毛里求斯，成为英国下属的独立殖民地，但查戈斯群岛一直是属于毛里求斯的属地。二战之后，全球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英国眼看无法维持殖民统治，只得附加各种条件让殖民地独立。1965年，毛里求斯寻求独立，而英国却强迫毛里求斯将查戈斯群岛以300万英镑代价卖给英国，作为同意毛里求斯独立的条件。1966年的时候，为了遏制苏联在印度洋地区的活动，美国以向英国出售北极星核导弹及发射系统为条件，向英国提出了租借查戈斯群岛的迭戈加西亚岛，得到了该岛屿50年的使用权，并能延期20年。在得到该岛屿后，美国将其打造成海上军事基地。1968年，毛里求斯正式独立，并且毛里求斯否认了将查戈斯群岛划归给英国的决定，强调查戈斯群岛是毛里求斯的领土。因此，从法理上来说，查戈斯群岛毫无争议地属于毛里求斯所有。然而，英美可不会顾及毛里求斯的感受。作为美国管控亚太、中东与非洲地区的前哨站，迭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常年驻扎着大量的美军，并常驻有航母、核潜艇、轰炸机等武器装备。在美国发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时，迭戈加西亚军事基地是美军重要的补给站。美国也将该军事基地称之为美军在印度洋上的不成航母。由于拥有独特的战略地位，美国一直是明面上支持英国对查戈斯群岛的所有权。而且在美国建立军事基地时，有2000多名岛上居民被强制驱逐。在随后的时间里，包括毛里求斯政府以及原来岛上的居民都要求英国与美国殖民者离开，将岛屿还回来。而英美虽然不占理，但就是赖着不走。2010年，毛里求斯与英国就查戈斯群岛海域划分发生争议，毛里求斯将英国告上联合国，最终在2015年，联合国宣判毛里求斯获胜。但是英国却始终不为所动，继续占据着争议海域。紧接着，南部非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召开，众多非洲国家站出来支持毛里求斯，要求国际社会对英国尽快结束非法占领查戈斯群岛，以使毛里求斯有效行使其对查戈斯群岛的主权。但由于查戈斯群岛上有着美军的军事基地，美国人第一个就不同意了。随后，英美两国去欧洲各国游说，要求抵制毛里求斯的诉求，并且继续赖在岛上。不过，英美的做法始终不得人心。2019年5月22号，
联合国就查戈斯群岛的归属问题进行了投票表决，结果是以116-6的票数，毛里求斯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只有美国、匈牙利、以色列、澳大利亚、马尔代夫与英国投了反对票。根据表决结果，英美需要在6个月内撤离查戈斯群岛，将岛屿归还给毛里求斯。不过，对于英美来说，即使联合国已经正式宣判了，他们依旧能当作无事发生。2021年1月，眼看英美根本不执行决议，联合国再次警告了英美。而同年，国际海洋法法庭确认了毛里求斯对查戈斯群岛的管辖权。英国没有主权，这些岛屿应归还毛里求斯。为了应对国际压力，英美也开动了舆论机器，为自己宣传造势，甚至在一些报道中称毛里求斯政府利用岛上的原居民来索取不属于他们的领土。不仅如此，就连中国也躺枪了。有报道称，近年来毛里求斯加大力度索回查戈斯群岛，是受中国在背后的暗中资助，因为中国想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直到今天，英国也没有归还查戈斯群岛的意思。可以预见的是，只要英美不点头，毛里求斯想要收回查戈斯群岛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想要话语权，终究还是要看拳头的大小。当初阿根廷没能收回马岛，主要就是在军事上败给了英国。虽然阿根廷军事实力不济，但好歹也重创英军，英国也只能算惨胜。但相比之下，阿根廷军事力量都是毛里求斯望尘莫及的存在，因为毛里求斯几乎没有军事力量可言。毛里求斯仅有2000人的特种机动警察部队与海岸警备队作为准军事力量，配备有10辆装甲运送车、2门81毫米迫击炮以及2架法国云雀直升机，再加上近海巡逻艇4艘、海上巡逻机5架，这就是毛里求斯全部的军事力量了。这样的军事力量来与英美硬碰硬，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考虑到这种情况，毛里求斯能要回查戈斯群岛唯一的途径，莫过于去国际上寻求一位强援。有意思的是，在此事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英国应调查其军队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杀害平民和酷刑的行为，并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而且还应该执行联合国在2019年的决议，尽快将查戈斯群岛归还毛里求斯。中国外交部在揭穿英国虚伪同时，还支持毛里求斯对查戈斯群岛的主权，这些举动同样让英国人破防。如今在中西舆论战愈演愈烈当下，查戈斯群岛的主权问题也是中国的一个好机会。中国可以通过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声，以赢得对西方的舆论优势，而这在过去是很罕见的。